让我摸摸，怎么样啊？真材实料啊！小姐，喝口啤酒吧。喝。不要这么紧张，放松一点来，不会很难受的。这可能是关之琳最不愿提及的电影。小关是一家医院的护士，就在他下班回家途中，遭遇飙车党拦截。原本对方只是抢车，可就在离开时，小关与男人四目相对。就这样，他被对方带去到小树林。路过的热心市民想要帮忙，却以为事已晚。远比受伤更可怕的是，法律根本拿这4位暴徒没办法。就连小关闺蜜也惨遭毒手。白衣护士化身复仇天使，既然法律制裁不了，那就以暴制暴。这天，小关在去男友家庆生时，遭到飙车党的劫持。試過咁正係咪啊？正極得你搏最尾嘅啦！面對窮兇極惡的歹徒，小關表現得異常冷靜，因為他知道自己現在身處險境，準備等到路上有人時再大聲呼救。這時，小關看到對面有行駛車輛，於是他看準時機，搶奪方向盤，試圖引起對方注意。不料男人反射弧有一點長，迎面撞上駛來的出租車。司機下車準備找男人理論，可男人迅速掉頭逃之夭夭。吃瘪的司機當即上車跟了上去。等他找到對方時，小關已是衣不蔽體，蓬頭垢面。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，小編怕嘎就不放出來了。司機看着場面，心中已經猜了個大概，對方不想把事情鬧大，便掏出300塊錢讓他回到香港。今晚嘅事，當你唔好出又好，當我唔做又好，就咁算數。哼，諗過要踩埋你啊！等幾人走後，司機將自己的衣服搭在小關身上，並將他帶上了出租車。姐姐，我諗你都係報警好啲啊！唔該，你車我返屋企。司機無奈只能開車，因為小關怕這事鬧大傳到男友耳朵裡，對方會棄他而去。臨走時，司機拿出名片遞給小關，表示如果有需要自己會做出庭證人。你唔報警，盞依咗嗰班人，你諗清楚。回到家後的小關終於繃不住了，一把抱住閨蜜小西嚎啕大哭起來。在得知小關被壞人欺負後，小西想要報警將對方繩之以法，可小關卻勸住了她。見小關態度如此堅決，作為閨蜜的她只能順從對方想法。這時小關男友打來電話，他表示小關出來這麼久，不會是出意外了吧？俾我聽啊！喂，我冇事噶啦，我陣間嚟啊吓。你一咁樣仲去，唔好去啦。唔得噶咧，呢個 party 對我好緊要噶。見此，小西就讓小關把他剛去醫院拿的幼崽嗝屁丸吃掉。最後在小西的陪同下，小關如願見到男友父母。本以為這件事情將會就此結束，冇咁緊張，放鬆啲，唔係好難受嘅啫。這個可憐的女人在10分鐘內受到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傷害，直到熱心市民路過此處，才讓她從地獄中逃出來。回到家後的小關原本以為這件事會就此結束，可就在之後的工作中，小關再次見到那4隻人渣。閨蜜小西得知後很是惱火，拿起手術鉗衝到男人面前，卻被小關急忙拉走。她不想將此事鬧大，影響自己的生活。不料那2個混混卻將小關認了出來。就在小關下班回家時，小西在看到車後的摩托車，她感覺是有蹊蹺，便打電話通知小關男友。與此同時，就在小關開門瞬間，那幾隻人渣衝了出來。危急時刻，小關男友及時趕到，他將小關緊緊護在身後，奈何雙拳難敵4手，他被幾人揪着一頓暴打。小關看着被按在地上摩擦的男友，拿起旁邊的木管衝向人渣，不料失手將男人阿湯的親弟弟打死。吃瓜群眾見出了人命，便打電話報了警。到了開庭這天，司機東哥如約而至前來作證，而小關男友不及家族利益，否認自己是小關男友。這戲劇性的一幕讓小關心痛不已，於是他就頭腦一熱，承認了自己是自己殺了人。見此情形，小西未能讓閨蜜洗刷冤屈，便和東哥找到當天拾垃圾的阿姨。就這樣，在第2次開庭時，有了拾荒阿姨的證詞，小關被無罪釋放，而兇手也被判處2年半有期徒刑。就這樣，小關過了幾年風平浪靜的日子。可出獄後，阿湯卻不想放過他，因為親弟弟被殺，他就一直找機會伺機報復2人。這天，等小關下班回家後，看到屋內一片狼藉，牆壁上到處都是亂塗亂畫的油漆。絕望的女人死命的掙扎，卻不料引起了對方更大的興趣。31.5分鐘後，女人閨蜜小關外出採購回來，看到小西滿臉絕望地坐在地上。就在不久前，2人為避免阿湯哥的騷擾，還在討論這將家安置在市中心。然而這一切在人渣面前顯得那麼蒼白無力。就在小關飽受騷擾時，另一邊的東哥也在被阿湯威脅。不過他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怕小關受到迫害。等東哥來到小關家時，發現自己心中所想全是對的。為了能徹底消滅隱患，東哥就找人查出了阿湯等人的藏匿點，等有機會就去將其一窩端。說來也巧，就在東哥做完這一切，去和朋友吃燒烤時，正好遇到阿湯等人。東哥見狀直接仗着自己人多，直接來了波痛扁落水狗。但也就是這波操作，將間接性的給東哥自己帶來災禍。就在次日，東哥帶小關外出採購時，阿湯幾人假扮成裝修工人，將獨自在家的小西暴揍一頓。等2人回來，
看到呆坐在地的小西时，东哥气不打一处来，追到楼下想要将几人教训一番，可这次他却失算了，最后被阿汤活生生打死在桥洞下面。房间内迟迟没等到东哥的小关焦急万分，于是他便下楼查看，结果却听到了阵阵警笛声。他穿过拥挤的人群，看到的却是凉透了的东哥。在失去最后一个关心自己的人后，小西和小关两人准备主动出击，不再去做待宰的羔羊。两人找到东哥留下的纸条，上面记录着阿汤几人的藏匿地点。于是两人趁对方分开行动时，悄悄溜进去打晕黑子，随后在其肚皮上划出一道完美的圆形。他知道阿汤在回来后一定会将黑子送去医院，于是他便在车上安放了3吨定时炸弹，这样就能将几人一锅端。只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半路上阿汤未能让黑子活到医院，便下车去给他买止痛药，导致车辆爆炸时让阿汤躲过一劫。次日，小关在看到新闻报道说尸体只有2具，便猜测其中必定有1人在苟活。就在他联系小西商量对策时，溜进医院的阿汤直接拿刀劫持了小关。就在阿汤以为这次能拿下双杀时，被绕到身后的小西一棒子打晕。两人四目相对，直接将阿汤推进焚尸房。至此，两人大仇得报。影片到此结束。